这是我5月份拍的新疆恰西的风景区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。这次的同伴也非要去这里，即使当天天气不好，他们还是在这里拍了视频。这是我们68岁的白叶子大姐，情不自禁地在这个观景台跳舞。还有这次同行的一个大妹子，他们都说太喜欢这里了。结束了3天的喀拉峻深度游，我们前往恰西。5月份来过一次恰西，拍摄的视频也给很多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次同行的几个伙伴也把恰西作为必选之地，于是我们今天再度前往恰西。刚进入恰西的风景区，天气还是不错的。从村口的观景平台看整个全景非常壮观。在5月份的伊犁之旅中，恰西是我的最后一站。后来因为广州疫情的关系，中断了伊犁之行。但当时那期发出的恰西视频实在是太惊艳了，以至于这次拼车自驾的伙伴一定要来这里。这次我们打算自驾走恰塔环线，也就是恰西、塔里木2个景区环线。2个景区只要买1张门票，30元即可。我们计划在景区里住1晚，在一片很大的毡房营地中，我们选择了云泉这家。这个位置很好，而且有很多的住宿选择，除了有这种毡房，还有这种阳光房，还有这种标间儿。我们最终选择了住标间儿，因为天气不好要下雨，标间还是非常舒服的，并且有卫生间。要知道带卫生间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少见的。老板给我们3间房打了折扣，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因为怕第2天下雨，我们傍晚就赶去了观景台。观景台下的草坪上有很多的牛羊，虽然天气不是那么晴朗，但是这里看上去仍然像一幅油画，非常美。可以说恰西的这个观景平台位置非常的棒，画面极富层次感，草甸、云山、雪山。如果是晴天，这里还可以看到日照金山。最主要的是这里可以自驾进入，尤其是可以停房车。我们当天就看到了2辆房车在这里停了2天了。不过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理想，估计看不到日照金山了。同行的几位女士在这里兴奋地拍照，玩抖音。
这是杭州大姐，在这儿拍了好几遍，玩的可开心了。而上面的观景平台上，几位围坐的年轻人也开心地翩翩起舞。看到天要下雨，我们赶紧回到了驻地。我咋就不会拍吃饭的东西呢？美食。对，杯子。哦，谢谢。今晚吃了当地的特色大餐。清晨伴着鸟叫起床了。这是刚刚做好的星空房。如果住这里面也是非常浪漫的。营地边上就是一条小溪，这是民宿的老板给我们做了丰富的早餐，还有刚刚做好的奶茶。老板得知我们今天就要离开恰溪，觉得非常惋惜。他说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，如果待一天可以带我们去周边更好的秘境之地。不过今天有雨，所以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准备沿恰塔环线离开这里。恰塔环线是来恰溪旅游的一个最好的自驾路线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先沿着河边逛一逛。这里有很多的牛马安静地在吃草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恰溪的，我想以后有机会会在这里住几天。确实，如果是自驾的话，来这里太方便了，而且吃住行都便宜，而美丽的自然风光不逊于新疆的任何一个地方。老板也说，如果下次来，他会请我去好几个秘境之地。早晨这里有很多晨雾，非常美。不过云层越来越厚，开始下起了小雨。没事，你让他去。没事，他看那个景点。看景啊？由于担心雨越下越大，我们立刻开车出发，走恰塔环线，一起看看恰塔环线路上的风光。恰塔环线就是恰溪景区和塔里木景区有一个环线。恰溪这边相对地势比较平坦，有很多大的高原草甸，非常美。而塔里木那边相对来说深谷比较多，所以道路也更加险峻。虽然天上飘着小雨，但是看上去风景依然那么美。这条环线有4、5处涉水路面，不过不危险。
似乎越下越大，而这边的路面也多是石子路、泥路，并不好走。狭窄的山路上，有一头牛一直在前面。还是超过它吧，要不累死它了。真可爱。吓它一下呗，要不然。它聪明着呢，是吧？有很多人是不敢开，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开，是吧？太远，走，慢慢走。我个人感觉，如果天气好一点，这条环线一定是非常美丽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恰塔环线塔里木这边道路虽然难走一些，但是基本没有问题。所以如果来恰西，一定要走一下这个恰塔环线，半天就够了。当然，如果住在这里，就更能享受这里的优美风光了。不知道有多危险吧？反正看不见。这么窄，你看，可以车都掉下来，还能穿过去。哦，这段路有点吓人。林老师不要担心，我在。更危险的路还在前面。还在前面。 1公里走完了。最终，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恰塔环线。虽然今天是雨中行进，但是优美的风光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来到了那拉提。今年我都去过2次那拉提了，猜一猜我会不会第3次进入那拉提？